既能让大家保密，工资也不会少一分发给他们。你难道想在仙界搞旅游吗？你疯了吗？竟然想在仙界搞旅游！老王没想到杰克马连这样的牛都敢吹。这不是说说吗？我们搞这个天空之城总要有个借口啊，旅游不是最好的借口吗？其实我觉得马老师的提议很好，旅游又不是不可能，到时候让我们的国人都跟旅游一样，可以去仙界玩玩。这也可以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暂时只是这个想法，先把空虚城建设好，以后有机会又不是不可以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至于员工的安排，就照马老师所说的去安排吧。好的，夏少。两人转身走开，老王一手搭在杰克马的肩膀上。你特么勒这么紧干什么？马老师不错嘛，以前大家都说你这人脑子转得快。哼，我们搞互联网的脑子不好用，那还能吃上饭？我跟你说，这方面企鹅马是老阴货，你别看他一副老实人的面孔，最容易使坏的就是这种人。企鹅马这人，我见他很老实，人也很不错，你怎么说他是老阴货呢？这时老王正好看见企鹅马走了过来，故意大声地问道：你是不知道，我跟他斗了10几年，我太了解了。我就跟你打个比方吧，这老阴货的口号就是敌不动，我不动，一天就不干正事，成天盯着老子的动静，我做什么他做什么，最后我都被干死了。你说这是不是老阴货？是不是老阴货？你自己跟他说吧。你是不是又想打架了？你自己斗不过我，你就会背后说人？靠，打就打，老子怕你啊！哼，你要感谢上天，感谢魔都今天下雨，感谢夏少在家，不然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就跟你姓。哼，你特么跟谁姓？还不是一个鸟样吗？而此时夏风也接到了李老电话。这华为 Mate 60 Pro 一机难求，夏大哥是如何得来的？这手机多的是，左下角厂商找我合作，这次准备了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各5000台，都是 1TB 顶配，颜色任选，全新正品带发票的。都说左下角能领手机，我根本就没领到过。别人的我不知道，我这左下角可是官方认证的，现在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。还真是，苹果、华为都能领，我把华为领了先。骗你不成，这左下角专属链接这么多人都领了，而且现在下载还有8000台华为 Mate X50，你抓紧下载。哇，真的这就给我发货了呀？那是左下角专属链接的，下载领就完事了。那我也去领一个。夏风，你已经回魔都了吗？是啊，昨天晚上就回来了。本来还有点事情要跟你说呢。我们华夏有个企业频繁受到国外的打压，毕竟西方国家不想看见我们的产品崛起，所以暗中动了很多手脚。这事情我们不好直接出面，就只能找你了。李老把大概的事情说了一下。没问题，这也是我该做的事情。那就麻烦你了，那我让他过去找你吧。他有什么需要，我直接让他开口跟你说。可以，对于华夏的任何事情，我义不容辞。与此同时，李老的秘书也找到了任飞。刘秘书，李老真是这样说吗？让我去魔都找一个叫夏风的。任总，你去吧，保证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。从此以后，全世界各国都不会有故意刁难你的人，除非暗地里动手脚。他是李老的秘书，夏风的事情他自然一清二楚。好，李老说的话我肯定信。那就行，你过去的时候还会看见不少的熟人。刘秘书，此话何讲？任总，你按我说的去做，你到那里了就会明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王，帮我订一张飞魔都的机票，越早越好。当天下午，任飞就飞到魔都，朝着夏风的别墅过去。刚到别墅门口，就见一个老外正在扫地。任飞也看出眼前之人不一般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是夏风的家吗？休斯王也停下了手中的工作。没错。谢谢，那我可以进去吗？你进去吧，别打扰我扫地。休斯王说完就继续扫着地，没再搭理任飞。在左下角领了华为 Mate 60后发短信说还有 iPad Pro 能领，是真的吗？没错，都是官方发的，现在左下角还有其他活动，不要错过了。他刚走到花园处，就见一个人影倒飞了出来。你特么晚上不要吃老子做的饭。这时别墅里面也冲出来一人。今天老子不给你打趴下，我跟你姓马。杰克马和企鹅马这两个冤家怎么在这里打起来了？两位老总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时两人才发现了任飞，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。任总，放手，老子晚点再跟你打。任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日常切磋一下。任总，你怎么来到这个别墅的？对啊，谁叫你来的？是李老让我来这里找夏风的，你们也是过来找他的吗？任飞很少玩手机，对于他们的情况是一点都不知情。我们俩就住在这里。你们两人怎么可能同时住在一个别墅了？这两人可是老冤家，住一起不打架才怪。难怪刘秘书说会遇见熟人，原来这熟人说的是他们两人。好了，别好奇了，带你进去吧。一路上他竟看到了很多的大佬都在别墅里打杂，这让他非常的好奇，夏风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任总，这位就是夏少，李老让你找的就是他。
夏少，今日打扰你了。你有什么难处直接说吧，大家都是夏国人，我帮你是应该的，你不用太客气。坐吧。是这样的，我公司的产品一直在国外受到多方打压，如果正常竞争，我不惧怕任何人，但这些人就不想看见夏国的科技崛起，所以才做出这种不要脸的打压。任飞把自己的事情大致跟夏风讲了一遍。你就想解决对你的封锁打压是吧？是的。这都是小问题。马老师，你下去把多拉彼得、休斯王他们叫上来吧。这还是小问题吗？好的，夏少，我下去叫他们。没一会，杰克马已经带着休斯王、杜拉彼得和保罗教皇上来。保罗教皇最喜欢凑热闹，所以厚着脸皮跟着上来看看。主人。任飞听后脸色一变，他没想到杜拉彼得这样的大人物竟是夏风的仆人。随着老彼得等人的态度，任飞可以确定夏风就是位天大的人物。此时他看向夏风的眼神中带着惧意和不解。难怪李老把自己推荐给夏风，这么多的大佬就是为了服务夏风而来。交代你们一些小事情，你们去办好了。主人，您请吩咐。任总，把你的事情跟他们讲讲。好，夏少。任飞连忙起身，客气地看向休斯王三人，把事情再次说了一遍。米国方面没有任何问题，任总你可以放心，以后米国不会再发生此类的事情。休斯王在米国可是说一不二，就算是板凳见了他都得手脚发软。米国的其他科技公司谁敢有意见？杜拉彼得连忙附和。任总，别的不说，大不列颠国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嘿嘿，我整个欧洲都没有问题。不过保罗教皇也没有吹牛，每个国家都有着他们的教徒，他的一句话比杜拉彼得的效果还要大。那就交给你们去处理吧。是，主人，我们必会完成任务。任总，还有什么要求吗？夏少，没有了，非常感谢。好，任总吃完晚饭再走吧，趁着现在还早，你跟他们多商量一下方案。多谢夏少款待。马总，我们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你就跟我透个底，夏少他到底是谁？任总，有些事情你不是已经亲眼看见了吗？何必还要刨根问底呢？马总，你要是觉得不方便就算了。其实有些事情你不知道的好，再者你自己不是已经猜到了吗？李老亲自打电话过来帮你求的情，不然你以为夏少会帮你？再者说，夏少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年轻人，他答应李老也是因为看你做的企业不一样罢了。事实就是李老只会听夏少的，而不是夏少听李老的。你现在懂了吗？习惯就好，这都是小场面。而夏风这边所有的东西准备好后，决定前往仙界。当天夏风直接飞往修炼者公会。夏大哥，林松拜见前辈。都不用客气，你们准备一下，晚上带你们走。夏大哥，准备去仙界了吗？没错。得到夏风的肯定后，一群人脸上露出激动之色。毕竟按照这地球的修炼进度，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修炼到渡劫飞升。哪些人要跟着去的，你们都召集好，现在带你们走。好，爷爷、姑父，你们先召集大家集合吧。东方文康和林松点了点头，连忙走了出去。没一会就把所有人召集在广场，夏风直接把所有人都收入了东皇中，随后返回魔都。而此时的仙界内，须佐之男又跑了出来，这次他用秘法直接提升到仙帝后期。公子，这里就是万妖大陆。好，把这几个妖帝收服，我们就直接去找夏风报仇。嗜血，带本座去见万妖大陆的4位仙帝。是公子。三人来到一座大山后，嗜血仙帝朝山中大喊一声：“乌鸡仙帝，出山吧！”嗜血仙帝话音刚落，刹那间地动山摇，突然冲出一道身影来到他们的对面。三位来我山门所为何事？我们妖族跟你们人族一向井水不犯河水，更加没有什么感情可言。你们过来万妖大陆干什么？乌鸡仙帝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要你臣服于我，一同去干掉人族的仙帝。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一份机缘。哈哈，你们人族还是这么的狂妄，而且还自大。那你说说，你要赐予我什么机缘？乌鸡仙帝的语气中透露着嘲讽之色。面对3位仙帝，他也丝毫不慌，毕竟仙帝想逃跑很难留得下来。野鸡仙帝，你一会求着我的。你干嘛？本座叫乌鸡仙帝，在我们那里，野鸡是尊称，这是我对你表达敬意，还请你接受这个称呼。别岔开话题，我还是想听听你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机缘，能助我突破到仙帝后期吗？你就这么点出息吗？仙帝后期也配叫机缘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们2人都是这几十年突破到仙帝的。50年前我还是仙皇的境界，我现在已经是仙帝后期。你觉得仙帝后期还是一回事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这世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你没见过的事情不代表它不存在，你不知道的还有太多。你说仙帝后期都不配是机缘，那你还有什么机缘能够比这个还重要？你想去神界吗？你想成为神吗？你能让我去神界？当然，我没有骗你的必要，为了让你相信，让你感受一种力量。须佐之男说完，手中多了一柄长枪，整个枪身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。这是神力，你为何拥有神器？
而且还是附带在长枪上面的神令，因为这是神亲自赐给我的。仙界还能够跟神进行沟通啊，这太让人难以相信。一句话，效忠我，我带你飞升神界，而你的任务只是需要帮我拖住人族其他先帝即可，其他事情不用你管。这容我考虑一下。哼，我们走。看着化成一点消失在眼前的虚佐之男，乌鸡先帝也急了，连忙向虚佐之男的方向追去。等等，还有何事？我难道还说的不够明白吗？哼，我是施舍给你机缘，而不是求着让你机缘。你能效忠我，这样你去神界才有我有这个后台罩着，不然你去了神界也只是一个小人物。是，你说的对，乌鸡拜见公子，还请公子收留于我。本座赐你野鸡之名，往后你叫野鸡先帝。多谢公子赐名，野鸡感谢公子。走去公牛先帝那里。经过1个月的时间，须佐之男把万妖大陆的4个先帝全部收入帐下，加上他自己，一共7大先帝，这已经是仙界目前最强的阵容。随后几人直奔空虚城而去。随着7位先帝降临空虚城，夏风布置的结界瞬间就自行启动。这就是夏风的老巢，这结界的气息就是他的。老乡，出来见一面。声音穿透整座空虚城，传遍到所有人的耳中。城主等人瞬间来到城墙之上，竟然是7个先帝，这他妈什么阵容？瞬间他们脸上都露出惊恐之色。夏风，不要做缩头乌龟，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找你，你出来见一面都不行吗？而此时的夏风才开始出发前往仙界。随着东皇钟把空间隧道，夏风和豆豆就消失在地球上。来到仙界后，夏风还是仙帝后期，并没有突破，而豆豆直接突破到了仙帝中期。两人直接被东皇钟传送到了空虚城。夏风刚准备把大家放出来，就感觉到一丝不对劲。他用意识一扫，竟发现城外站着7个先帝，发现须佐之男也在其中。夏大哥，我感觉到危险的气息，外面有好多先帝。我发现了，所以我在想是带人全部离开空虚城，还是跟他们玩了。走呗，反正我们要走就走，谁跟他们在这里耗着？带走大家去找那个什么残废先帝帮忙，势均力敌，再回来打一场。麒麟有着天生对危险的灵敏性。行，确实人数众多，不玩了。随后夏风把空虚城的所有人全部收入东皇中，朝仙帝岛而去。而须佐之男这边也准备发力攻破结界。除黑袍外，3个的轮流来破掉这结界。我看夏风这缩头乌龟能躲多久？他只要不出现，老子1分钟杀一人。而夏风此时已经来到了仙帝，看到天禄仙帝满脸笑容，时而嘲讽残叶仙帝2句。什么事情这么好笑吗？你这就仙帝后期了，上次分开还是仙帝中期，这特么神界山这么牛批的吗？一点小奇遇而已，这是我从神界山带出来的，送给你们了。真的假的呀？这么多？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还是不信？这是真的，你看，这是左下角厂商给夏风的发货名单，都是上一波活动粉丝们领到的。我的华为 Mate 60 Pro 就是左下角领的。正好我左下角这次有全新链接，名额刷新了，你在家再抢一台。苹果15 Pro Max 不限量保底和4000台华为 Mate 60 Pro 还都是顶配，只要看到视频的都能领。该不会早被抢完了吧？放心吧，都1人1份的，只要认准我左下角下载好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，填好地址就发货。苹果华为任你选。那我去搞一个，别忘了先领888红包。夏大哥，这胖子是谁啊？他比残废仙帝还弱。嘿嘿，这位仙女真会说笑。要不我们切磋，我好久没有打架了，怎么样？美女相邀，我自然奉陪。不过你要是撑不住，你得提前投降，免得误伤了你。他已经再三确定过，濒临仙帝中期的气息不是很稳定，应该才突破不久。我们弄点彩头吧，我要是输了，我答应你任意一个条件；你输了就答应我任意一个条件，如何？没有问题，你说了算。好，那现在就开始吧。什么情况？远古神兽麒麟，你这有点过分了。大男人说到做到，别跟一个女人似的，拿出你最强的实力。两人瞬间交战在一起，顿时天地变色。残叶，你这一副表情是什么意思？被女人给甩了吗？而残叶听后脸色一黑，哈哈，还真是啊，难怪我来的时候天禄仙帝在嘲笑你，是不是他的那个师姐？他跟我说想跟他成为道侣可以，只不过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不说了，他说这个条件就是在直接拒绝我。说着看吧，指不定我还能帮你。他说如果我们都能去神界，在神界相遇，他就答应做我的道侣。你说这跟直接拒绝有什么区别？这对残叶来说确实跟直接拒绝没有任何区别，但对夏风来说那就是小问题。我可以帮你带你们过去神界。真的吗？你看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一句假话？那我的终生幸福就靠你了。夏风微微点头，心里却并不看好。没想到你还是性情中人。我从小就跟他认识，他后面被天禄仙帝的师傅带来了天玄大陆，我们互相鼓励，我能成为仙帝，他有很大的功劳。残叶仙帝一边说一边回忆往事，眼中带着浓浓的爱慕之情。你看我领的华为 Mate 60 Pro 都发货了，这真快呀！左下角都是极速链接，必须快，明天等着收货吧。
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时远处飞来2道人影，很快就到了跟前。夏风，你已经出来了吗？无灭仙帝看着夏风，同时开始打量他的修为。你这就突破到仙帝后期了？神界山里面当真有什么大机缘不成？机缘谈不上，我本来就快要突破了。你是我见过天赋最好，也是仙界突破最快的人，我佩服。不，我不是最快的，我知道有个人升得更快。你是说你妹妹冰灵吗？不是他，是一个叫须佐之男的人，上次你见过，就是在清虚仙帝那里那个先皇的人。就是带着嗜血仙帝战清虚仙帝的那个男子，你的仇家吗？就是他，他现在已经是仙帝后期了。上次我们见这人的时候，也就20多年前，他还是仙皇境界，怎么这么快就仙帝后期了？无灭仙帝听后也是久久无语，良久，无灭仙帝才回过神了。夏风，你是怎么知道须佐之男突破到仙帝后期了？他如果突破到仙帝后期，会不找你报仇？按道理说，他又会觉得自己可以再次碾压你才对啊。残叶先把事情全部猜测了出来。我就是被他从空虚城追出来的。不可能，就算他是仙帝后期，也不至于追着你跑。你的实力我还不清楚吗？他知道夏风可是有着越级挑战的战斗力，何况还拥有神器在手。一个仙帝后期算事情吗？要是他一个人，再加上嗜血仙帝和那个黑袍仙帝，他们3人我完全不放在眼里。关键不止他们3人，还有万妖大陆的4位仙帝，一共7位仙帝等着我呢。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进入天玄大陆搜寻我了。那你还过来拖我们下水？哈哈，我在仙界就跟你的关系最好，不拖你下水，拖谁下水？我们只有5个，叫上清虚仙帝也还少一个，而且对方还多一个仙帝后期的。残叶仙帝并不在意被夏风拖下水，开始分析双方的实力差距。不用分析，你们一人帮我拖住1人即可。我可以占3位仙帝后期，冰灵儿可以占1位仙帝后期，剩下的2位仙帝中期和1位仙帝初期，交给你们3人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？夏风手上有3把神器，占3位仙帝后期都不在话下。照你这样说，我们是过去围攻的，而不是抵抗的。我没有意见，什么时候去你随时说。现在就去吧。夏风说完朝冰灵喊道：灵儿别让他受伤了，一会还有用。此时的冰灵一只脚踩在天禄仙帝的背后，而另外一只脚时不时的踢向天禄仙帝后脑勺。自己堂堂一个老牌仙帝，现在却被一个女人踩在脚下。记住，你欠我一个条件。天禄，不要在意，切磋而已。我现在带你去实战。实战？什么实战？让你去就去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我问问情况不行吗？我又没说我不去。也没什么，空虚城有人找我，你们过去帮我拖住3人就行。对方是什么人，还要我们去拖住？7个仙帝，4个后期，2个中期，1个初期。天禄仙帝瞬间倒吸一口冷气，瞬间打起了退堂鼓。是不是怕了？依旧是这么废物。好了，都少说一句，天禄去帮忙吧。是，师姐。那我们走吧。而此时空虚城内，须佐之男攻破结界后，进来发现整座城竟然连一个人影都没有。难道夏风在城内挖地道藏起来了？对，公子英明。那么就从现在开始，你们4人负责把夏风找出来，他们就躲在这座城的地底下，挖地3尺都要找出。老子不就是拍了一个马屁吗？怎么这种事情就落到了我们头上？是，公子。 4人连续几天在空虚城都寻找不到夏风的身影，整座空虚城都被他们翻了一个底朝天。公子，这人可能有什么法宝带人走了，不然城里这么多人，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的消失？夏风，你这个贪生怕死的缩头乌龟，有种出来跟我一战！你这是有多恨我，才会把这里弄成这样？我放过你2次，你不应该跪地感激我吗？夏风，你竟然还敢回来！ 你自己都说了，我们是老乡，我不过来见见你，岂不是说不过去？哈哈哈！好，虽然我们是生死仇敌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姐，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。仙界的多数人都是废物，你才来仙界才多久，就已经是仙帝中期。他们这些土著在仙界几百万年，甚至几千万年，才有这么一个突破仙帝，这难道不是废物？这些人跟我们地球人比起来，毛都不算。这要是放到地球上去，3天都活不了。须佐之男丝毫没有顾及身边几人的感受。 不过他说的都是实话，没人能够反驳。你要是这样说，我同意你的说法。哼，你要不是我的死敌，我真的很想收下你，带你一同去神界。可惜啊，你必须得死，这样才能巩固我的道心。我也挺佩服你的，短短几十年，你已经仙帝后期，你这修炼的速度让仙界的其他仙帝叹为观止。2人互吹之时，伏羲琴也在布置迷惑人心的阵法，需要夏风拖延一些时间。还行吧，习惯就好。夏风，说真的，我很感激你。 如果不是对你的恨意，我不可能这么快突破到仙帝后期，我也不会拥有今天的实力。在夏风无语之际，脑海中响起了伏羲琴的声音：“主人，布置好了，在关键时候我会扰乱他们的心神，不过只在一瞬间。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仙帝，不好控制。”好，一瞬间就够了。仙帝之间的战斗，愣神之际，那都是瞬息万变。你在我手中已经跑掉2次，在我这里你也是第一人。今天我们来做个了断吧。
公子，你大可不必亲自动手，交给我们就行了。嗜血，你退下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自己现在是先帝后期的修为，不战斗一场装个屁，那要这修为有个卵用？公子，我觉得有诈。夏风还怎么一人回来送死？残叶先帝、清虚先帝这些人为何不见？夏风不至于牌面这么差吧？嗜血先帝这么一提醒，他也反应了过来。夏风，你是不是又搞什么鬼了？你的好基友残叶先帝呢？他们都在后面等着。如果我们两人动手分个胜负，他们就不打算出来了。如果你要人帮忙，他们再出手阻止。不过你要是担心，我让他们都过来吧。夏风说完，朝后面招了招手。残叶先帝等人很快来到了夏风身边，看着过来的4个先帝，众人一愣。无灭先帝不是被困神界山吗？怎么出来了？须佐之男见夏风只叫来4个先帝，也安心了不少。夏风，这是我跟你的仇恨，怎么可能要他们帮忙？那就让我们好好一战，看你在我这把半神器手里能撑多久。什么半神器？不就是附带了神力的加持吗？半神器还算不上。那我就拿你来试试枪。瞬间，整个空间开始变色，如同世界末日来临。夏风，给我死！你又骗我，你不是先帝中期。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说过我是先帝中期，一直都是你自己在强调。再说你能到达先帝后期，我为何不能？今日你打算怎么逃？你姐姐这次又给你准备了逃生方法。夏风，你别太嚣张，纵然我打不过，你觉得你们的实力能够跟我们抗衡？还有，你哪里来的神器，而且还蕴含着如此精纯的神力？难道只准你有，就不能让我也拥有？难道你也有个神界的姐姐？对于须佐之男这脑回路，夏风也是无语。言归正传，你这次打算怎么逃？夏风知道须佐之男肯定有逃命的手段。老子不需要逃，你先想好自己怎么活命再说。神域，不好，公子，你站我身后去。为什么同样是先帝后期，夏风可以压着我们两人打？难道老子的修为是假的？伏羲琴就是现在迷惑他们的心魂。是主人。须佐之男跟嗜血先帝已经做好了万全之策，准备接下夏风这一强大的进攻。突然，两人感觉眼前一黑，一时间心神失守，刚刚提起来的气息直接萎靡了下去。所有人都是一怔，没想到夏风只是一剑就斩落2个先帝后期的人，而4位先帝此时四目一对，仿佛在用特殊的方法在交流着。这有什么好震惊的？小场面，等你熟悉他后，你们才知道自己是多面的渺小，是多么的无知。残废先帝，你说的对，你终于说了一句靠谱的话。这种事情对我夏大哥来说，那都是小场面。早知他们这么弱，当初都不用跑去先帝岛叫残叶他们过来帮忙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叫了3个观众过来看戏。夏风看了一眼废墟中的须佐之男跟嗜血先帝，接着目光看向4位妖帝。还没等夏风动手，只见4位妖帝就跪在地上。我们愿意认您为主，还请您收下我们。收下你们可以，放空你们的心神。4人照着夏风说的办法，放空了心神。没等4人反应过来，伏羲琴直接连接4位妖帝的心魂，收服他们为奴仆。拜见主人。须佐之男见4位妖帝跪在夏风的面前，一时间怒火中烧。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，最后全给夏风做了嫁衣。夏风，为何老天如此眷顾你？我不服。夏风，我不服。随着4位妖帝的反水，这让须佐之男的道心差点破碎。他从未受到过如此大的打击。须佐之男，你还不跑吗？让你姐姐带你跑，给我看看。夏风，为何你还让他逃跑？你们不是生死仇敌吗？杀不了的，因为他有个好姐姐，他姐姐会带走的。他姐姐是天照大神，也就是神界的人。众人听后一愣，毕竟神界对他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。不过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们也可以去。所有人再次一愣，不明白夏风的意思。不用太过惊讶，夏风可以带我们去神界。不可能，夏风你不可能去到神界，天道已经把通道堵死，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了。须佐之男，你觉得发生在夏风身上的事情还有什么不可能？须佐之男一愣，一股恐惧的情绪涌上心头。须佐之男，神界见吧。夏风说完，挥舞轩辕剑斩向须佐之男跟嗜血先帝。在这生死之际，一道光芒挡开夏风的攻击，紧接着须佐之男等人就消失在眼前。夏风，我在神界等你。天照丢下这句话后，就带着须佐之男3人消失在仙界。夏风的脸上并没有任何的表情，他早就知道了结果。
接下来我要重建空虚城，顺便设置一道整个仙界最强大的结界，所以需要8个仙帝一同发力。你们在这里正好。空虚城被毁，夏风一点也不心疼。就算须佐之男不毁掉，夏风也会亲自动手，因为他准备把空虚城建设成现代化的城市。夏风，天玄大陆有这么多的好城池，你偏偏选择一个靠万妖大陆，还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地段干什么？天路，我从下界来到仙界，第一站就是这里，所以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感情。而且空虚城很多人都在这里住习惯了，大家也不想离开。准备开始吧，配合我来布置仙界最强大的阵法。好，阵法足足布置了8天，可以抵挡一般的真神境强者，仙界更是无人能破除此阵法。夏少，全部安排妥当，1年后回来看看，就会是一副不一样的景象。好，那就带你们去仙帝岛，你们这10年安心修炼，偶尔出去玩玩就行了。好的，夏少。安排妥当后，夏风看向天路仙帝。天路，去你仙帝岛借住一段时日。夏风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安排好众人后，夏风就开始前往丹宗。而此时丹宗内响起了最热烈的欢迎钟声。吕思瑶脸色一喜，急忙的跑出房间。思瑶，不是你夏大哥，别去了。师傅，你胡说什么？哈哈，你这个小丫头，为师活了1000万年，还看不透你这点小心思了。哼，师傅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老是笑话我。行，不笑话你了。师傅，刚刚那钟声是什么意思？气宗的宗主来了，我们2宗渊源颇深，他们过来我们丹宗，或者我们过去他们气宗，都会用最热烈的欢迎方式。还有这种事情？那气宗这次过来我们丹宗干什么？哼，过来装逼呗。刚刚跟你说的渊源，就是我们之前同出一脉，后面分家成为丹宗和气宗，不管是炼丹还是炼气，对火候的把控都至关重要。所以你等回去会会气宗。吕思瑶现在可是实打实的炼丹师9品，过去打打脸还是问题不大。师傅，我去可以吗？当然，现在丹宗除了你，恐怕很难打脸气宗了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穆宗主，多年不见，你风采依旧啊。贝宗主，你也别来无恙。你们年轻一代的弟子呢？怎么一个都没有看见在场？他们还在修炼，等贝宗主准备比试的时候，我会让他们到场的。其实近年来，丹宗的弟子一代不如一代，如今和气宗是比不了了。哈哈，你看我这位弟子如何？还行吧。从见识下风后，穆良辰觉得自己看人的眼界都高了。哼，你这是看不起我气宗的弟子啊？想必你们丹宗肯定有更出色的弟子。没有看不起，只是年纪越来越大，眼界也越来越不一样。哦，不知道在穆宗主眼里，什么样的人才是优秀的？比如年纪不到100岁的先帝吧。这特么的扯淡，完全把牛给扯死了。还100岁不到的先帝，你怎么不上天？哈哈，多年不见，穆宗主竟然变得这么幽默了。年龄不到100岁的先帝，这怕是做梦都不敢这么做吧？我真是没有想到，既然能够从穆宗主嘴中说出来，我实在佩服。贝宗主，你不懂，若是你有机会见识，你会明白的。贝祭司以为穆良辰这是在故意刁难他，脸色也带着微微的怒意。茶也不喝了，直接比试吧。好，我现在让弟子过来。这时吕思瑶也走了进来。宗主，师傅邀我来参加比试。丹宗什么时候收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弟子了？竟然还是先皇中期。这是你们丹宗的弟子？当然，如假包换。拜见师姑。不用客气，师傅邀我来比试。好，完全没有问题。等等，她是你师姑，为何还能参加比试？哼，我们比试的规则是什么？年纪不到500岁，入宗不到300年。那不就是了？我师姑她是我们丹宗老祖的徒弟，只是辈分高，她的任何条件都符合比试的要求。你随时可以查看记录以及骨龄。你说就行，查看就不必了。这一点我还是信任你的。不知道他现在是几品炼丹师？品级稍微有些差，所以我老祖有些不满意。穆良辰见状，立即装得十分不满的样子，因为他说的是事实。吴姬子确实不满意。他还年轻，毕竟不到100岁，有现在的实力已经非常优秀了。不要再强求炼丹品级，以后可以慢慢跟上来。你看我徒弟将近500岁了，才是一个7品的炼气师。嘿嘿，贝宗主，你理解错了。我师姑不是因为品级低而让老祖失望，而是没有达到预期才让老祖失望的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师姑她现在是炼丹师9品，就是因为没有达到老祖的预期，没有突破炼丹宗师，才让老祖失望。特么自己现在才是炼气师9品，这个100岁不到的小姑娘，竟然跟自己的品级差不多了。大殿这边还没开始比试，气势就以丹宗大获全胜而告终了。随着两宗的比试即将开始，夏风也来到了丹宗。思瑶刚刚去比试了，他要是知道你来了，肯定又得高兴坏了。上次不是答应过他，这次过来把他带在身边，你不会舍不得这个宝贝徒弟吧？我有什么舍不得，赶紧领走，免得少个人烦我。夏风也看得出吴姬子的不舍。老哥，要不把丹宗迁去空虚城吧？别跟我说，你去跟穆良辰那小子说去。吴姬子不过问宗门内的事情，可不难看出他也没有拒绝。
哈哈，那行，正好思瑶在比试，我也过去看看。那你去吧，气宗的人过来就是想打脸我们丹宗。哈哈，那我的爱好就是打脸，我这就去看看。而丹宗这边的弟子迟迟没有到来，目前就只有吕思瑶一人。穆宗主，你不会想用吕姑娘一人占我气宗所有人吧？你自己提前了50年，你还怪我了？我们的规则是100年以内都行，你管我什么时候来？再说你们丹宗的弟子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别废话，我马上安排人过来。这时他身后响起一道声音：宗主，就让我跟思瑶一同比试吧，我跟他一起进入的宗门，这次比赛我们2个就够了。穆良辰听到声音后，差点吓得汗毛直立。夏大哥，你来了呀！此时穆良辰自然不会去拆夏风的台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跟思瑶一同参加比试吧。穆良辰连夏风的名字都不敢叫，毕竟整个仙界都知道夏风是仙界的第一仙帝。夏大哥，你也要来参加比试吗？当然，我们一同进的宗门，自然要一同参加比试。好爷，那这场比试必当获胜。这就是他们参赛的人吗？这都能看见，这就是左下角领的华为 Mate 60的黑科技吗？那是左下角资质通过了平台审核，我才敢合作的。难怪宗门都在晒，不过有人还想要平板看剧。早就想到了，那左下角的厂商给他们给的新链接，不仅有手机，还有平板作为保底福利。真跳转领取界面了，那我能给师傅换个新手机了。左下角厂商给我开了专属通道，发货的可快了，下载又不用花钱，大不了就删掉了。我也去试试，不行我可就卸载了。我信你。再说了，夏大哥都领到了，肯定不能骗人。你们先把手机放着挂机，新链接还上调了升级速度，直接给到100倍经验，再搭配上开局送的上古神剑，升级快10倍，拿平板手机轻轻松松。我们先挂着。才仙君初期而已，还必胜？这特么垃圾中的战斗机，比面前的女人还不如。呵，真是好大的口气呀！贝祭司冷笑一声，语气中透露着不屑。兄弟，你现在有多嚣张，一会儿就要有多卑微啊！贝宗主，不要在意，比试第2，友谊第一嘛。穆良辰生怕他被夏风一个眼神给秒了，连忙提醒道：穆宗主，你们丹宗现在是越来越自大了吗？怎么什么人都敢说大话？这位仙君初期的小朋友，也是你们丹宗的天才弟子。贝宗主，比试就比试，不要说其他嘲讽的话了，免得最后自己难堪。他们2人都是我丹宗近来年来最得意子弟，这次比试由他们参加即可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别到时候输了，说我们气宗胜之不武。当然，你们要是赢了，这次比试的条件任你说，无不应允。好，既然你这样说，那就准备开始吧。这次比试一定要拿出超常的发挥，切勿丢了我气宗的脸面。刚刚他们说的嘲讽话，你们也听见了，完全不把你们放在眼里。更何况他们还是2人对战你们5个，这要是输了，已经不是丢脸的问题，知道了吗？宗主，你放心，我们必会全力以赴，为宗门赢下这次比试。我的实力对付那个男子没有任何问题，一个靠女人的男人也没有多大的出息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好，剑白，有你这番话，我心里安稳了不少。随着比试开始，贝祭司拿出一块半边的丹炉，而另外一半由穆良辰拿了出来。这丹炉的结构特殊，由2宗的宗主各丢一道火苗进去，让双方比试人员开始控火。那边的火最大最强，那就是最后的赢方。火需要用颜色来区别，有红、蓝、绿、橙、紫5种颜色，紫色火苗自然是最强的。随着一声令下，比试正式开始。最先出手的是气宗弟子，他们开始催发火焰，5人一起发力。气宗那边的火苗越来越旺，而丹宗这边还是迟迟未动，仿佛事不关己一样。夏大哥，我们开始吗？好，你先开始吧。随着吕思瑶开始操控火苗，慢慢的变成火焰，越来越大。思瑶，很不错，没想到短短几10年，你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。夏大哥说笑了，跟你一比，就是萤火与皓月的区别。思瑶，要不要我帮你？夏大哥，我再坚持一会，时间还早，一会你出手，我就没得玩了。行吧。穆宗主，你要输了，你跟我说的任何条件由我提，你不会反悔吧？你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就你还特么想赢了，想都别想。嘿嘿，那就好，现在的输赢已经很明显了。我们丹宗不是还有1名弟子没有动手吗？哈哈，这么严肃的场合，你何必说这种话逗笑我？你说你是不是诚心的？你还指望着一个仙君境界的人力挽狂澜？那就等着瞧，到时候你不反悔就行。随着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，而双方火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。吕师妹，这次恐怕你们丹宗要输了。哼，你们没机会了。夏大哥，你可以出手了。好，我顺便教教你什么样的才叫控火。说完，夏风对着炉鼎轻轻一伸手，炉鼎的火势瞬间绽放出5彩光芒，一时间火势如雷般轰然形成，瞬间变换出几种颜色，最后停留在紫色火焰。所有人都看傻了眼，特别是贝祭司眼睛瞪大如牛。这一刻，全场安静的落针可闻。好了，陪你玩完了，回你师傅那里吧。穆宗主，事情办完后过来乌鸡子这里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是，尊仙帝令。
先帝，穆兄，这是哪位先帝？他是夏风，仙界第一帝，也是我丹宗出来的人。当初你在说废话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打断你，现在知道我的用意了吧？那你特么的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觉得我敢吗？不过你放心吧，他不会跟你计较，你太小看先帝的眼界了。哎，没想到我被祭司这一辈子还能够跟先帝这么近距离的说话，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值了。随着大比结束，夏风就带着吕思瑶回到无极子的住所。这次气宗被你们打击的颜面尽失吧？还好啦，他们最后知道夏大哥的身份了。毕竟输给了先帝，说出去脸上也有光。没劲，暴露身份还怎么打脸？丹宗跟气宗以前是同一脉吗？以前我们两宗同属一脉，后面因为各种原因分开成两宗，而两宗都说自己是正统，所以隔几百年都约一次比试。弟子拜见老祖。来了呀，夏风有事情要跟你说。有没有想过迁移宗门？我在空虚城立足，我想你把丹宗也迁移过去。给我半年的时间，我举宗迁移过去。穆良辰也不傻，搬迁去空虚城就等于是跟夏风绑在一起。这倒是不用这么急，现在空虚城还在建设，你8年后才动身吧。好，那8年后我们再举宗搬迁到空虚城。而此时的仙帝岛内，杰克马等人都累得躺在地上。特喵的，本来想勾搭2个仙女的，现在累得连撒尿的功夫都没了。老王这时说出了大家的心声。哈哈，你儿子小王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这话？小王在也没事啊，我看他眼神透露着猥琐，比老王更加像。哈哈，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放屁！老子在地球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，这不是来了仙界，感觉自己又重活一世，不玩玩怎么行？你们也都别装了，你们难道就不想吗？指不定比老子还想。见老王这样说，大家倒也没有意见。你们慢慢休息，我要去泡澡了。一说到泡澡，大家眼神一亮，纷纷跟上老王，毕竟泡澡都有仙女在一旁伺候。除了白天的修炼，我感觉这真是神仙生活。小王趴在卧榻上，闭眼享受着仙女的按摩。你他喵的在说废话，这不是就是在仙界吗？你成天在这里躺尸，那也是神仙生活。哈哈，也是啊，享受的差点忘记自己在仙界了。你多大了啊？你这手嫩的真柔软，按起来真舒服。尊敬的贵客你好，我今年3768岁了。原本兴趣满满的蒋欣，突然一下失去了兴趣。自己才30岁啊，你他喵都3000多岁了，这已经不是老鹰吃小鸡，而是巨鹏吃小鸟了。嘿嘿，挺年轻的。小王和秦斗听着蒋欣跟那仙女的谈话，也是无语。你他喵的，这不是自作自受吗？好好的问别人年纪干什么？刚刚按摩的时候，我自己嘴贱问了他们的年龄，特喵的，这一下感觉接受不了了。地球1年相对于这里365年，你自己30岁的老男人了，在仙界相当于1万多岁了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你还嫌弃别人打大？我还是接受不了。要你接受了吧？好像你搞定了别人似的。经过我多日的观察，这些仙女聊不到，别想了。3位大少，三人在争论的时候，蒲在业跑了过来。在业，原来是你呀！周刚毅跟李长河还有黄恒呢，你们不是在一起吗？这3位大少幸福啊，有2位仙女带着他们进了闺房，嘿嘿。蒲在业说完，露出一副男人都懂的表情。这特喵的也行，这打脸来的也太快了吧！胡兄，来坐下来说。胡兄，你一直跟周少还有李少、黄少他们在一起，他们是用了什么办法跟那些仙女勾搭上的，还进了闺房？是周刚毅、周少说的，所以勾搭上3位仙女。怎么说的？你跟我们讲讲。周少说他是夏少的徒孙，然后仙女们对他露出爱慕的神情，接着不知道怎么就勾搭上了。搞了半天，原来是周刚毅拿着夏少的旗号在装逼。要不我们也这样说？我们又不是夏少的徒孙，要是以后被知道，那得让夏少怎么看待我们？用他的名声去泡妞吗？仙界就吃徒弟徒孙这一套，我们就总不能说是夏少的忠实粉丝。小舔狗，这特么不是跟他们一个样吗？唯有徒孙好办事。嘿嘿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我们也可以效仿周刚毅啊！小王说完神秘一笑。切，你自己刚刚说了，我们不能冒充夏少的徒孙，你现在又说效仿周刚毅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自己说的话这么快就忘记了？老子什么时候说冒充夏少的徒孙了？我们可以找一个真的来。蒋欣跟秦斗听后眼神一亮。英伦彼得，这可是跟周刚毅一样的身份，都是夏少的徒孙，正儿八经的。就那个小老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别吃了，现在就去东海宫找他。他跟罗傲天他们住在一起。蒋欣，这事情还得交给你去做。为什么？难道我的优秀被你们看出来了？那还不是看你跟英伦比的关系好，你们2个背影都狼狈的相似，你特喵还不清楚自己跟他的地位，你是不是忘记自己是3号舔狗的位置了？蒋欣啊，你别听秦斗胡说八道，这不是大家都看得见吗？你跟英伦彼得的关系确实要好点。这还差不多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接着4人快速跑去龙傲天他们居住的宫殿。去吧，我们在外面等你。
早知道英伦彼得还有这么有用的一天，当初就带他一起玩了。别想多了，这种小事情他会帮忙的，说不定自己比我们还想玩，只是没有找到窍门。也是，都是男人，谁装谁孙子，指不定还得感谢我们。蒋欣走进宫殿后，就见几人正在吃饭，而英伦彼得却跪在地上罚站。什么情况？难道来的不是时候？各位叔叔们好，都在吃饭呢。你怎么过来我们这边了？这不是大家在做游戏吗？想让英伦彼得跟我们一起。蒋欣，我不去，我今天修炼没完成，爷爷惩罚我跪一夜呢。这傻子，跪一夜能跪出什么名堂？哼，去吧。爷爷，我滚。小王几人见蒋欣带着小彼得从宫殿出来，三人脸色一喜。小彼得，你跟你爷爷住在一个宫殿有什么意思？去我们那里，我们一起喝酒。多谢你们还挂念着我，我非常的感动。嘿嘿，大家都是兄弟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以后要你帮忙，你可不要不帮兄弟们啊。对，大家都是兄弟，以后你无聊就找我们玩，那就是一家人。多谢，我今天非常感动，晚上不醉不归。走吧，先去我们宫殿喝酒。就这样把小彼得忽悠得感天动地的，看来以后跟这三位大少在一起相处得留个心眼啊，免得自己被卖了也不知道。小彼得，酒我们就少喝点，晚点带你去享受地球上的按摩。我们特地教会了仙女，让你享受享受。真的，你们真是太棒了。小意思，不过仙界的仙女有些吃背景，我们没有你有背景啊，不然可以撩一个仙女玩玩。我哪里有什么背景？你们太看得起我了。兄弟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你爷爷是夏少的徒弟，你好歹也算是夏少的徒子徒孙，这就是背景，在仙界相当的有用。说起来，我们还得借你背景用用呢。都是兄弟，不要说见外的话，只要不违背师祖的意愿就行。你们想要我怎么做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给我们那些按摩的仙女们都比较高冷，有些看不起我们的样子。一会去按摩的时候，你说你师祖是夏少，顺便提点我们几个就行。放心，这都是小问题。得到小彼得的确定后，四人相视一笑。宗主，大事不好了！随着声音传进大殿，金钱豹眉头一皱，不会真遇见了什么搞不定的事情吧？那为什么老二没有发危险信号？宗主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情你倒是说呀？天塌了吗？这次天真的塌了，仙界第一帝夏风让你过去见他。仙界第一帝夏风，难道是金飞鹏得罪了他？宗主，是的，少爷得罪了他。金钱豹听后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差点晕了过去。这个杀千刀的金飞鹏，这是要害死全家人，害得整个宗门的人都要替他陪葬。快走，先帝召见，片刻耽误不得。金钱豹带着铁龙镖一过来，陶陶雷连忙为他介绍了夏风。金钱豹拜见先帝。金钱豹跪在地上瑟瑟发抖，因为他感觉到一股目光盯着自己，他的生死就在夏风的一念之间。我孙子金飞鹏得罪先帝，他死不足惜，无论先帝怎么惩罚，我金钱豹全部认罚，还请先帝饶过我宗门其他无辜的人。大小姐，该怎么处罚，交给你。施以惩戒就行了吧，毕竟他们已经付出2位仙王强者为代价。石漫漫也不傻，谁能保证天虚宫以后会不会爆？夏风不可能待在这里。施小姐，我金飞鹏有眼无珠，还请您高抬贵手。哼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断你2个指头以示惩戒。多谢先帝饶命。石漫漫是我的好友，刚刚他的事情已经过去，现在轮到我的事情了。你们对我不敬，我本可以取你们全部人的性命，但现在你们4人认石漫漫为主，我就放过你们，你们可有意见？我们没有意见。接着夏风亲自出手，把4人的心魄跟池漫漫融合，永远成为池漫漫的仆人。做完这些事情后，夏风也打算离开。这是你拆开看看。苹果15，真的假的？开不了机啊？可能没电了，借你充个电。这么高级？华为 Mate 60国货之光呢？我昨天刚左下角领的。这也是领的？老早就说了，你就没当回事。你领不？我又跟左下角申请了1万台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做专属福利，只要从我左下角进去的，看不到领取界面，直接卸载。这么多人轮得到我啊？链接在还能领，不放心的话，我给厂商打个电话。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还能补库存吗？我们各补了8000台，保证下载的都有机会领。好了，你去试试。真有哎，一打开就看到华为 Mate 60领取界面了。我验证过，才和左下角合作的，没有复杂玩法，上手简单 ，AI 自动减负，玩起来轻松又愉快，爆率贼高，鬼服版本体验直接拉满。大小姐，有缘再见了。夏风看着池漫漫挥了挥手，慢慢的消失在人群中。有缘再见吧。池漫漫的眼泪再也止不住的落了下来，因为他清楚，这一别便是永恒。而此时，鸿明大陆的千颂湖里有一支队伍正在探险，这是一个由12人组成的探险队。队长，前面就是千颂湖。终于到千颂湖了，上次过来千颂湖已经是100年前的事情，这次一定要对千颂湖一探究竟。千颂湖有着太多未知的危险，只要走到湖面，水面就倒影出自己的身影，仿佛能看到了自己的未来，没有一人能够看到好的一面。哥，千颂湖真的像你说的那般恐怖吗？
这应该是洪明大陆最恐怖的地段之一，但这里修炼资源确实丰富，听说还有白雪莲果，这可是破元无极丹的主味药材，要是能凑齐其他的药材，就可以去丹宗换取破元无极丹。西城安现在是仙皇后期，下一步就是仙尊，所以破元无极丹对他极其的重要。如果真的能够找到白雪莲果，那自然最好，就怕这只是传说。有，我可以确定，上次我来的时候，迷迷糊糊中看见过。虽然上次差点死在这里，但再次重来千颂湖，西城安心里还是有些害怕和激动。你们4人留在这里等我们，我先带人进去探路，如果遇见什么事情，你们在这里也好有个照应。大哥，我们就是过来看千颂湖的，你让我们留在原地，那怎么行？这次你听我的，我们先进去探探情况，这是命令，没得商量。哼！所有队员听我号令，男队员先行前往千颂湖，女队员暂时留在原地待命，等候通知。是，队长。洛梦姐，我们要安营吗？安营吧。好的。1个时辰左右，3名女队员就安了2个大营。此时风突然大了起来，雪也越来越大。洛梦姐，你看，后面有一个人走了过来。西洛梦听后向人影望了过去，确实有一人向他们的方向走来。夏风原本可以飞到千颂，直接取走昆仑镜，可是突然想吃烤肉，就下来看看。夏风手中提着2只冰雪兔，这可是仙界的极品美味。打扰一下，能借你们的东西烤个兔肉吗？没问题，你随意用。那真是太感谢了，这兔子肉吃了对人好，一会大家一起吃，见者有份。你怎么一个人出现在这里？我要去里面。夏风说完指了指千颂湖。你要去千颂湖里面吗？你难道不知道里面有多危险吗？而且你这个实力跟找死没有区别。没事，对我来说就跟逛自家后院似的。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实力？你不是看出来了吗？我们也是探险队，我也不劝你了。你要是早点来，可以跟我哥一起进去，这样也有伴。夏风跟西洛梦随意的聊了一会，接着3名队员把兔肉给烤好端着过来。夏风从怀中一掏，出现几瓶地球上的调料。你这是什么？放了这个东西，兔肉会好吃很多。我们也可以尝尝你那东西吗？当然可以。2只兔子，夏风吃了半只，其他的都被这西洛梦4人给吃了，甚至连骨头都啃了。好了，多谢你们，我要进去了。你真要去啊？里面真的很危险，我建议你等等，我哥先去打个前站。无事，整个仙界没有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唉，来，给你，在千颂湖很危险，这玉简必要时候或许能够救你一命。这是他制作出来的玉简，能够抵挡一次仙皇强者的攻击。多谢，一会我从千颂湖出来，也送你一份大礼。而此时西城安带着8人已经重伤4人，还剩下4人在苦苦支持。几人刚进来就在森林中遇见了2只千面蜘蛛。队长，你想办法脱身吧，我们是必死无疑。那里还有一只妖尊的千面蜘蛛虎视眈眈，我们跑不掉了。不坚持到最后一刻，不要放弃，就算要跑，你觉得我能逃出妖尊的追杀吗？队长，这千面蜘蛛就是在圈养我们。队长，你先恢复实力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可还没等西城安说话，那只妖尊的千面蜘蛛就被疼发了，而西城安也只能闭上眼睛等死。良久，他并没有感觉到疼痛，才缓缓地睁开眼睛。只见那只妖尊的千面蜘蛛还是保持着进攻自己的姿势，只是他的背上站着一个男子。西洛梦是你妹妹？是，多谢先帝搭救之恩。起来吧，给他们服下吧。谢。西城安还没说完，夏风就消失不见了。队长，这是哪位先帝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而夏风已经来到千颂湖的上空，轩辕剑和伏羲琴也被夏风召唤出来。这2件神器一出现，湖面突然泛起了波动。2位老朋友，你们怎么出现在这里？赶紧滚出来，跟我主人认主。小琴，这把剑又发什么疯？你再不出来，我们动手了。伏羲琴说完，直接一阵琴音传入水下。我出来，有话好说。算你识相，要是让东皇中大哥来，你现在已经被波射，大不了再造一个。就这样，昆仑镜被威胁的跟夏风签订契约。你可知道剩下6件神器的下落？回主人，我知道盘古斧跟空瞳印去了神界，其他4件我没有听过他们的消息。好，那到时候再说吧。夏风刚准备离开，就看见湖中有一颗白雪莲已经结果，这东西是破元无极丹的主味药材。夏风顺手收入囊中，就离开了千颂。你没有过去了吗？看见夏风这么快出来了，他以为夏风是半路就返回了。我已经从千颂湖出来了，答应给你送份大礼，送完我就走。这是破元无极丹，对你和你哥有用。有缘再见。还没等西洛梦反应过来，夏风消失在他的面前，而西洛梦看着手中的破元无极丹，愣在当场。此时仙帝岛内，夏琳等人一直在修炼，其他仙帝都在旁边指导。哥，你回来了。还不错，马上就要渡劫了。西西，那是天路仙帝教导的好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怎么就回来了？回来拿点东西，马上走。我准备去神界了。我们这次也跟着去吗？
我去，我只是去探路，你先把我妹妹教导好，下次带你们一起去。你放心，等你从神界回来，保证让老妹至少金仙。东皇钟我要带走了，灵儿他们在这里我放心，你自己也要认真修炼，早点到仙帝后期。知道了，我一直在修炼，刚刚知道你回来了，我才过来的嘛。行，等我从神界回来后，我再来检查你的进度，几年后再见。夏风此时召唤出东皇钟跟轩辕剑，准备强行打开通道，直接前往仙界。主人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打开通道。主人，只要小剑把通道打开，我便可以带你上去神界。好，你们是否知道神界的时间跟仙界有差距吗？一样的。那现在就去神界吧。是，主人。主人，我带你走。而夏风刚到神界，身体里仿佛觉醒了一股力量，这股力量就是神力，而且突破速度之快令人啧舌。夏风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实力很快停留在神帝初期。东皇钟、轩辕剑，我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们知道吗？夏风来之前，他们还想先保护夏风苟个几百年，或许能够到达古神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夏风直接突破到神帝。主人，你的神奇已经超出我的认知，我无法为你解答。主人，盘古斧跟空洞印在神界，到时候找他们问问吧。目前神界最高的境界是神尊，神帝只是传说中的境界，很多神尊后期大圆满都卡在这个境界，无法前进半步。至于神界到底有没有神帝境的人，现在也没人知晓。好吧，夏风也有些郁闷，总觉得自己体内有股不寻常的力量，而他自己一点记忆也没有。难怪当初到神界山的时候，体内的力量那么活跃，仿佛这种力量天生为自己量身打造一般。夏风收回轩辕剑跟东皇钟，感应到烙田沟和朴不起的位置后，就向两人过去。而此时烙田沟跟朴不起被关了起来，两人因为没有拿回小世界，被幻族的领头人尸元姬给关了禁闭，因为他怀疑是两人私吞了小世界。真怀念在地球的生活，那美食让人流连忘返啊！你特喵的是不是有病？这种时候还说这样伤心的话逗老子。你说尸元姬会不会弄死我们？不知道，毕竟这人一直都是心狠手辣。不过我们性命无忧，想出去是不可能了，除非主人来救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尸元姬就怀疑我们把小世界藏了起来，以为小世界在我们手中，所以不会轻而易举的弄死我们的。不过皮肉之苦在所难免。哎，一点同族情分都不讲，真特喵的不是人。难怪幻族的人越来越少，连辅君这样的大人物都失望的离开了幻族，直接去了冥界。现在的幻族不管实力还是人数都跟以前没得比了，就连尸元姬才神王的境界，幻族想要重整威风，那至少要有神皇境界的人。不过你刚说等主人来救我们，这不是扯淡吗？主人的实力到神界来，可能真神境都不到，想要修炼到神王境界，那起码500万年吧。到时候我们神格早就被尸元姬剥离。要是死之前还能吃一顿地球上的饭菜，那该多好啊！两人说话的同时，尸元姬也走了进来。不要冥顽不灵了，告诉我小世界在哪里，我既往不咎。哼，我们说丢了你又不信，我们还能说什么？你觉得我们有本事藏你的小世界吗？我们这次去了地球，跟你一样，这几百万年都别想去，我们何必藏起来？就是你不就是想剥离我们的神格吗？你还要继续扮演居委到什么时候？哼，肯定是因为你们有所求，所以被人诱惑，或者地球有人拿美食诱惑你们，就把小世界送给别人了。尸元姬，麻烦你说这话的时候，稍微动动你那2两的脑子。我们去地球都是无敌的存在，我们吃什么还需要别人来诱惑？哼，你们真是找死！怎么不装了？要对我们动手了？我看你们嘴硬，就让我一点点的剥离出你们的神格。我倒是想看看你们能够坚持多久。我的人，你还动不了。我的人，你还动不了。突然一道声音响起，三人都是脸色一变。尸元姬更是浑身爆裂出强大的神力。谁？给我滚出来！不要阴阳怪气的躲在背后。这时夏风慢悠悠的走了进来。看来我没有来晚。主人，你怎么来了？两人没有想到这种时候夏风还能来营救他们。主人，你快走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尸元姬见两人称呼夏风为主人，眼神也是一冷。小世界就在你手里吗？没错，在我手里。尸元姬见小世界终于出现，内心也是十分激动，但一时间不清楚夏风的实力，他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小友，不知道你是什么实力，如果你愿意给我切磋一二，指点一下修为，水晶球赠予你又何妨？主人，别上他的当，他是一个老阴货，为人心思歹毒。我看出来了。夏风看了尸元姬一眼，瞬间释放出自己的力量。跪下！
夏风刚突破到神帝不久，还不熟悉力量的控制，境界一下子就暴露在他们面前。神帝吗？现在整个神界有没有神帝都是未知的，神帝就只是传说中的境界。主人，难道您就是神界的人吗？他现在怀疑夏风就是神界的人，而且还是传说中的老怪物。对，您的实力太让我们震撼了。您是什么时候来的神界？今天才从仙界过来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来神界后实力一直往上涨，直到神帝初期才停留下来，仿佛被压制着，又仿佛在恢复实力一般。你们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吗？夏风心中本来就有非常大的疑问，所以这一刻忍不住问了出来。两人听后都没作声，这种事情他们根本听都没有听过。主人，实在无能为力，我们知道的事情太渺茫了，不然我打电话咨询下。你是不是傻？这周围的信号都被封锁了，怎么问？你才傻呢，主人，这个华为没信号也能打电话，这不是华为面积60吗？想知道的话可以把这给我，说不定我可以解答你的疑惑。别老惦记我的，你去视频左下角免费领。你还有脸提？每次就1000台，欺负我年纪大手速不行，根本抢不过别人。谁说只有几千台？左下角的华为 Mate 60这次足足准备了1万台，而且还有5000台苹果15配套送，下载注册想要哪种选哪种。我就怕加再多也没我份了。放心，这次不仅加了库存，我左下角专属链接下载，门槛还能再降低1万，上线就能先领998，然后一包榨菜拿下满街神装和11元宝，一键清空商城，挂机3天能升上1000级，苹果华为轻松到手。要没有的话，我马上卸载。你就放心吧。而朴不起突然看向跪在地上的尸元姬。尸元姬，你知不知道我家主人这是什么情况？神帝大人，我们幻族有一项能力，只要到达神王，可以窥视别人的前世今生。主人，他说的没错，目前来说，我们幻族就他能够做到。还有冥界的府君，就是因为我们幻族有这种能力，府君才去了冥界主宰一切。那你帮我看看，不管如何，我饶你一命。好，多谢神帝。起来说话吧，如何操作？神帝大人，你只需要放松心情即可，我会运转我们幻族特殊的通灵眼。好。得到夏风的肯定后，他的双眼睛慢慢的变得黑暗起来，仿佛能够吞噬人心。而他刚开始准备窥视夏风的前世今生，天空突然暗淡下来，瞬间雷声大作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主人，或许你无法窥视，刚刚触犯了天道。触犯天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自己身份还有什么可疑不成？自己就是爸妈生的，更是夏琳的亲哥哥，难道真有投胎转世这一说吧？经过这一事，夏风也是越来越好奇了。他前世的身份可能存在很大的疑团。这颗丹要给他疗伤吧，算是对他的补偿。你们跟我走吧。是，主人。主人，我们要去哪里？上次在地球，我问你们地球还有那些人，你跟我说一个叫张三丰的混得很好，他在哪里？我去拜访他。主人，张神尊在东湖大陆，我们现在过去吗？这里属于哪里？过去东湖大陆要多久？这里是西郊大陆，去东湖大陆有传送阵，片刻即可到达。那现在就去最近的传送阵吧。是，主人。两人带着夏风来到最近的一个城池，乘坐传送阵前往东湖大陆的太极城。太极城是张三丰命名的，创立了一个门派叫太极宗。主人，这里就是太极城，张神尊在太极宗闭关，很多年都没有听过他出关的消息了。不过凭主人你的身份，张神尊肯定会见你的。主人，我们何时去拜见？刚刚来神界，先逛逛太极城吧，我对这里的建筑很感兴趣。整个太极城的建筑都是按照明朝的风格建立，夏风走在这里就如回到了明朝。主人，这都是太极城的特点，所以张神尊被大家尊称为新世界的开辟者。整个太极城的东西都是神界从前未曾有过的。这里的风格我虽然没有经历过，但我却很熟悉。快走，王家小姐抛绣球相亲了，赶快去凑个热闹，万一撞个运气也好。听说王家小姐是神女，怎么被也要出嫁了？主人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别人抛绣球相亲，我们去看什么？主人，这是其次，只是这神女有些特殊。有什么特殊？神界一共有4大神女，她们是被万明之主挑选出来的侍妾，每个神女据说身体特殊，这才被万明之主选中，但具体怎么特殊没人知道。这万明之主又是谁？万明之主，他是神界跟冥界交界处孕育出来的天道之子，实力是神尊大圆满境界。这个万明之主先不说，神女既然是万明之主选出来的，他为何还敢招亲？因为万明之主授意的，只要神女能够找到合意的郎君，便可带去给万明之主看，也有机会封为神婿，便可一飞冲天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去看看吧。三人来到一处露天的大舞台，下面已经围满了人，一个个对着台上的神女挥手呐喊，而神女手中拿着一个绣球，这绣球会自己选择男人，如果没有选择合适的，就会返回神女手中。这神女绣球也抛过几百次了吧？太极城的男人都快被选完了，至今没有选出一个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神女？确实，我现在已经对神女无感了，我反而对被神女选中的男人充满兴趣。
我家小姐第740次抛绣球，奉万民之主命，抛绣球纳亲。女子的话音刚落，神女就把手中的绣球抛向空中。过来我这边了，来了，他来了。是老子这边，你瞎了眼了。今天这个绣球怎么飞直线啊？不应该转几圈吗？难道今天能够找出神序了？而绣球从神女手中脱离后，呈一条直线笔直的飞向夏风，最后慢慢的落在她面前。夏风也是莫名其妙，不知为何会选择了她。神序出来了，神序出来了。这位公子，恭喜你，你被绣球选中为神序。主人，恭喜恭喜！烙田沟跟朴不起两人嘿嘿笑道，样子有些猥琐。自己主人可是神帝，整个神界第一人，绣球不选择主人，难道还会选择他们这些废物？我对万民之主更感兴趣，借此机会去见见他。主人，我们明白。公子，请跟我来。公子，你的2位朋友要在这里等候你，你跟我去见神女。好。公子，我家小姐在那里等你。妾身穆运晨有礼了。不必多礼。不知公子大名是？我叫夏风。穆运晨见夏风有些不情愿交谈，还以为夏风在意自己，并不敢真面目示人。公子，我暂时还不能取下面纱，需要万民之主许亲后才能取下面纱，还请公子海涵，妾身容貌定不会让公子失望。我并不在意这个，只是什么时候去见万民之主？明日即可出发。好，那我明日来找你。公子，你今天不能离开府上，这是万民之主定下的规矩。行，那我先下去休息了。跟神女这一番交谈，夏风对那万民之主更加的有兴趣了。公子，请。夏风来到房间后，就释放出一个分身躺在床上，随后就直接降临太极宗。晚辈夏风拜见张真人。晚辈夏风拜见张真人。夏风的声音传入了整个太极宗内。无量寿佛，不知小友到访我太极宗所为何事？张三丰得道成仙之后，又飞升神界，整个人变得年轻了，不再以老者的姿态出现。张真人，晚辈来自地球，特别来拜访前辈。虽然两人第一次见面，但因为都来自地球的原因，彼此之间有股密不可分的亲密感。张三丰听夏风说来自地球，内心也是十分激动。小友，你既然来自地球，我倒不知道多少万年没有遇见家乡来的新人了。而且看你也是来自大明朝吧？张真人，大明已经亡了。张三丰当时可是抗元的能手，他对大明有着不一样的情分。我大明亡了。不过朝廷的更换和交接，自古以来都是亘古不变。当初的汉唐如此强盛，还不是有走向衰亡的一天，这也正常。小友，先进来坐吧。你来神界多久了？据我所知，仙界到神界的通道已经被天道封闭，按道理你是无法来神界的呀。张三丰在神界也是巨头之一，对这些事情自然了如指掌。我有东皇钟在手，可以开辟新的通道。东皇钟带我过来的。上古10大神器之首东皇钟在你手中。他知道东皇钟是上古10大神器之首的，有着毁天灭地的力量。我在地球上获得的。没想到东皇钟一直在地球，我一直以为在仙界某处。当初我在仙界的时候，我还听说过伏羲琴的下落，可惜没能见上一面。伏羲琴也在我手中。你手里有2件神器，都认主了吗？都认主了。认主了就好，不知小友可否让我一观神器的风采？他也是修炼之人，自然对上古10大神器非常的向往。当然可以。果然是上古10大神器啊，这神器太精纯了。这里虽然是神界，但神器依旧非常稀缺，而且神界的神器跟他们一比，简直就是残次品。神界的神器都这么差吗？现在神界最强大的神器镇天旗还是远古时期留下来的，后面的神器完全不行了。当然，这只是拿来跟上古10大神器做比较而已。我自己手里就1件残缺神器。张三丰说完，手中召唤出一柄神剑，虽然也是神器，但这柄剑里面蕴含的神力非常的稀薄。你看看，这就是我的神器，你能看出两者之间的差距了吧？确实，剑身蕴含的神力相差甚大。小友，你身上是有什么隐藏实力的法宝吗？我怎么看不出你的实力？在夏风出现的那一刻，张三丰已经窥视过夏风的境界，可惜他看不透。神帝是神帝，他虽然在神界多年，但神帝是传说中的境界，他来神界后从未见过。夏风是他第一次见到神帝强者。张真人，不必惊讶，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请教一下。好，请说吧。我来神界后，从真神境一路飙升到神帝境，我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？夏风把自己的处境跟张三丰讲了一遍。还有这样的操作，真是闻所未闻。这突破境界怎么在夏风这里就跟呼吸一样简单？为什么自己每突破一个大境界都那么艰辛？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你这问题我无法回答，太匪夷所思，我想都不敢想，别说亲眼所见了。好吧，那第二个问题，万明之主他是什么人？神女招亲的绣球选中了我，这个我能回答。
万明之主据传是天道之子，他一直生活在冥界跟神界的交界处，那个地方是荒芜虚空，没有他的允许，根本没人能够进去。他每隔10万年都会在神界选出4位神女做侍妾，而这次选出的神女并不是要做侍妾，而是当做侍女来培养。其中一个就在太极城，其侍女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招神婿。到目前为止，你是第一个让我知道被选中的神婿。至于他为何要4位神婿，这个暂时还没有达成，所以不清楚原因。我估计没有好事，凶多吉少。我发现了，你说的应该没错，神婿过去只会凶多吉少。算了，不担心你了，你都是神帝，不至于会在万明之主手中栽倒。神尊大圆满虽然无限接近神帝，但也差了一个大境界，夏风完全可以吊着万明之主打。安危的问题我从没担心，只是好奇，正好碰见去了解了解。去吧，去了解一下他是不是天道之子。相传天道在数亿年前就密谋一件大事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张真人，天道是真实存在的人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也是，你才从地球上来没多久，你不知道也很正常。天道就是人，而且还是掌控万界的人。夏风一直以为天道只是宇宙中的法则，没想到是人为。张真人，天道是什么实力？远超过神帝吧？天道，他已经跳出我们这个位面，已经属于抬手造万物的规则，它就是规则，规则就是他们，已经不能用实力来衡量。而且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，因为我远远不够资格。张真人，神帝之上可还有境界吗？现在的神界连神帝都是传说，至于神帝之上的境界一直都是谜。我曾经在一本古籍上面翻阅到，好像有关圣界的传说，具体有没有还真是未知。所以你的这个回答我又无法给你具体答案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问了。无碍，我还因为没有帮上你而自愧呢。夏风的到来纪元了他对地球的思念，也看到了传说中的神帝境，这让他又看见了希望，有了新的目标。小友，今天我还得感谢你，你让我又重拾当年的雄心。张真人过奖了，明天我要跟神女去见万明之主了，到时候我还有2个仆人，让他们来找你吧，暂时安顿在你这里，等我从万明之主那里回来，再跟你好好唠叨。哈哈，好，到时候跟你喝2杯，我酿有地球上的酒，你在神界可是喝不到。那下次我来神界，给你带地球上的好酒。两人唠叨了一会，夏风离开了太极尊。圣主，一切按照您的计划在进行，小世界已经在他的手中。中间可有出现任何破绽？没有，绝无任何差错，包括您放入小世界中的麒麟，现在跟他关系亲密无间。尸元机只是一个神王的境界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哪怕是神尊强者也无法在麒麟族偷出来。这一切都是黑衣人的安排，他只是找这个借口说出而已。很好，现在不宜给你过高的实力，等一切事情明朗后，我助你突破到神尊大圆满。谢圣主，石元基永远是你最忠实的奴仆。下一步计划继续进行，有关他的任何事情，及时跟我汇报。是，恭送圣主。这黑衣人到底是谁？他自己也不清楚，但他知道黑衣人不属于神界。夏风回去后，就为去见万明之主做准备。你2人明天去太极宗找太极宗的张真人，我已经跟他说过，你们在太极宗等我吧。是，主人。公子昨晚睡得可还好？还不错。那今日公子便随我去拜见万明之主吧。可以。公子请。沐运尘说完，就带着夏风去了一处厢房。这是通往幽冥城的传送阵，我们从幽冥城过去。两人跨入传送阵，下一秒就出现在幽冥城中。幽冥城是神界最西面的边缘城市，靠近荒芜虚空，那里根本无法让人生存，里面是无尽的黑暗。公子一会进去荒芜虚空，见到万明之主，一定要保持尊敬，他是我们的主人。知道了。是你沐运尘携神绪求见主人。沐运尘的话刚落音，荒芜虚空处就出现一艘小船。走。沐运尘，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呢？你说你主人选神绪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，或者拿我的生命来祭献？不会的，如果主人用你的命来祭献，我沐运尘愿随你一同而去。那万一你主人就是为了利用你们找神绪帮他达成目的呢？到时候我命都没了，我要你随我一同而去有何用？既然绣球选择了你，我这一世就是你的人，哪怕追随你到冥界，我亦如此。小船行驶1刻钟左右，就来到了一处在荒芜虚空中的一座宫殿。公子，请跟我来。很快，沐运尘把夏风带到一处大殿中。公子，我们在这里等等，主人很快就会过来。好。侍女沐运尘拜见主人。沐运尘见夏风还坐在椅子上，连忙示意他起身行礼。万明之主，神尊大圆满吗？万明之主听后眉头一皱，夏风的表现令他有些诧异。平常人见到他早就吓得匍匐在地，哪会像夏风这般从容不迫？他打量夏风的实力，也就是真神境而已。你让我很好奇，一个真神境的强者不可能在我面前如此镇定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有着跟我相差不大的实力。不知是哪位神尊光临？
哈哈，我只是好奇，过来看看你要怎么处置我这种神婿。夏风是神尊强者吗？哼，不过阁下不愿意说，那就让我试试你的实力。毕竟一切话语权建立在对等实力的基础上，不然凭你几句话，这让我很没面子啊。主人，求你饶恕他，他不是有意要冒犯主人的。在他的眼里，夏风既然接了他的绣球，那就是他的男人了。滚开！就凭你一个小小的侍女，也敢在本尊面前放肆！主人，如果你要动我夫君，我慕运晨就把这条命还给你。我还没有让女人保护的习惯。报上你的名字，本尊长枪之下无枚冥鬼。我叫夏风，记住这个名字，这将是你一辈子的噩梦，要么成为我的奴仆，要么死。夏风说完的同时，朝万明之主勾了勾手指。万明之主见夏风如此嚣张，也再次被惹怒。看我不给你全身戳满窟窿！神尊强者纵然强大，但是他们缺少了对规则的领悟。而夏风突破神帝7的时候，已经开始领悟规则。随着夏风改变整个空间的规则之力，万明之主所有的神力在的规则中全部失效。操控规则，你是神帝？哼！神尊大圆满的万明之主不会那么容易被杀死，只要不剥离他的神格，他就死不了。你为何是神帝的实力？你到底是谁？神界没有你这号人！哼！你觉得你有资格问我的话，我问你答。只要我不满意，那就让我继续砍一剑，让我看看你能经得起几剑。前辈，您请说。神尊跟神帝之间看似隔了一个大境界，两者之间的差距却如深海般巨大。先说说你招神婿的目的吧。我招神婿是想培养你们成神尊，然后祭献修为给我，试试能不能助我突破到神帝。你就这么确定你能够让我们修炼到神尊？所以需要找天赋极好的，而且我在荒芜虚空找到一处通道，在这处通道位置修炼，速度要比外面快3倍，这也是我一直在里面修炼的原因。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据说你是天道之子。从张三丰那里得知天道是人之后，夏风脑海中总会出现一个模糊的身影。怎么可能？我这只是抬高自己的身份，用来装逼的。我真要是天道之子，我还苟在这荒芜虚空修炼干什么？那你对天道了解有多少？天道哪里是我们这种人能够了解的？不过我可以给你引荐一人，他或许能够为你解惑。还有人知道天道的事？他会推演，所以你想要知道情况，他是整个神界最符合标准的人。之前幻族有人帮我看过，一点眉头没有看出来，反而自己受到反噬。幻族那是天赋，而这人是实力，他是神界唯一一个以真入道的神尊后期强者，推演是他的长项。如果他给不了你想要的答案，整个神界都没人能给出你想要的答案。这人是谁？北玄大陆阵法宗师浩庭。好，之前给你的2个选择，你自己选吧。报几天拜见主人。放空你的心思，祭出你的神魂。夏风说完，召唤出伏羲琴。拜见主人。起来吧。主人，夫人她是我从小看着长大，绝对是个好女孩，能够有幸伺候主人，这是她的福分。你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吧。夏风也想带这些人回地球或者仙界，可他们当初突破的时候渡过劫，根本没办法带回去，否则会遭受天道轰杀。一想到这里，夏风脸色一变。慕运晨，到几天，你们2人去太极宗等我。张三丰是我的故友，我现在有急事要临时离开。夫人，我们也出发去太极城吧。好。夏风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你不会没去神界吧？我从那边已经回来了。夏风一回来，就用神识扫视夏琳的修为，发现夏琳并没有渡劫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2天就回来了？对啊，我回来看看你们。你这理由太牵强了，是不是神界不好混？哈哈，我已经在神界打下一片天地，你们只管上去安心修炼，到时候我会给你们安排好地方，还有2大神尊在场，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因为夏风的回来，大家又围了过来。哥，你不是去神界了吗？因为你们马上渡劫了，所以我临时回来，不能让你们在外面渡劫。夏风，这是为何？他们要是在外面渡劫，就会得到天道的认可，那就没办法跟我回地球了。要是回去地球，就会受到天道的轰杀。难道你之前没有渡劫吗？我从未渡过劫。这怎么可能？哥，可是我们马上要渡劫了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回来的。等你们渡劫的时候，全部去昆仑山小世界渡劫。这不就是经常进去的昆仑山吗？上次稻田沟跟朴不起去地球的时候，把昆仑山收入这水晶球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把昆仑山小世界一直带在身上。这水晶球里面自成一界吗？对，它是一个单独开辟出来的世界，里面就是一片新的天地，所有规则由我掌控。这小世界是你创造的吗？我现在哪里有这个实力创造出一个世界？这小世界是我机缘巧合之下偶然获得。突然，夏风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。难道所有的位面在天道的眼中就是他创立的世界吗？那意思包括自己在内，他都可以掌控吗？这还差不多，
我以为你已经可以自行创造世界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夏琳等人就开始突破，天空之中阴云密布，夏风立即将他们都收入了小世界渡劫。我去，这双马真是绝了，还能同时突破境界渡劫，这两人的孽缘真是天注定啊！哈哈，说句实话，虽然两人同时渡劫，实力一样，不过我觉得马老师赢了。此话怎么说？企鹅马比马老师要年轻啊，马老师要大他7岁，刚刚好一个7年之痒。你说马老师的天赋能跟企鹅马比吗？我年纪最大，我明显感觉到不如你们。经过你这么一分析，突然觉得有点道理。马老师不一直都这样吗？争强好胜，总喜欢争做第一。不愧是马老师。老王，我前天发现一件事，本来想问你的，刚刚看见你儿子，我又想了起来。什么事？这小子在仙界难道还能惹事？我前天发现你儿子跟仙女勾勾搭搭，还进了别人的房间。哼，这小子是个什么德行？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现在来仙界了，他不去撩仙女才怪。老王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跟你儿子去取经，我们也想玩玩。哼，还记得当初你们是怎么跟我装的吗？要问你们自己去问，我怎么好问？老王确实不好问，你干嘛不问问你儿子？他们3人穿一条裤子，肯定都有份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，你儿子绝对也是其中一个，只是你没看见而已，就看见了我儿子。这，轮到你了，你就知道推辞。刚刚让我去问的时候，你不是很有底气的吗？现在轮到自己问儿子取经了，你就淹了。哼，谁特喵的淹了？老子马上叫他滚过来，当着你们的面问。行，那就赶紧的。蒋欣，给我滚过来！我爸叫我，我过去一趟，你们先吹着。爸，雷叔，王叔。最近你跟小王还有小琴，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？没有啊，我们天天都在修炼啊。我问的是晚上。我们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啊，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？哼，你小子可以啊，你老子都敢瞒着。爸，我们找个女朋友而已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蒋欣看着3人，还能从他们眼中看到羡慕之色。你们不会也有兴趣吧？这怎么行？没有的事，我跟你爸只是关心关心你们，怕你们乱来。对，你王叔叔说的对，只是我们觉得你们的实力，仙女是怎么看上你们的，这让我们很好奇，同时也关心你们是不是受骗了。雷叔，不会的，这些仙女都是仙帝岛的侍女，只要是我们把自己的身份抬高，她们就很容易上手。你刚刚说提高身份，你们那是怎么提高身份的？光吹牛也没用啊，还能被你们骗了。嘿嘿，这是全靠我，因为我跟英伦彼得关系好，小彼得又是夏少的徒孙，我们拉着他的身份当虎皮扯大旗，夏少的地位自然不用说，就连他们的主人天禄仙帝都要巴结的人物，所以跟夏少扯上关系，那身份刷刷刷的往上蹭。